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观光产业最近面临的难题。常听人说，大家疯狂出国玩，害得国内旅游惨兮兮。还有消息指出，2025年台湾观光利差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次，甚至有人感叹，国内住宿费用太贵，游客不想在台湾过夜，就算要住，也只爱挑高档饭店。这些现象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台湾观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让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的原因和影响。先来看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。2025年台湾人出国旅游人次高达1894万，比前一年激增了200多万，创下史上新高。同一年来，台湾的国际观光客却只有约858万人次，明显少了很多。两者相减，出入境人次差距首次超过1036万，突破了1000万大关。这意味着每来台湾一位国际旅客的同时，有超过2位台湾人飞出国门，换算成观光收入差额也相当惊人。初步估计，2025年外国观光客在台湾消费约新台币3500多亿元，而台湾人出国旅游总花费超过1兆元，等于净流出将近7000亿元的观光财。如此大的观光利差，是台湾观光史上前所未见的。其实早在疫情之前，台湾的出境旅游人数常年都高于入境旅客人数，处于所谓观光粗糙状态。自1990年代以来，每年国人出国的人次几乎都比外国游客来台多。例如，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，国人出国约1700多万人次，当年来台旅客则约1180多万人次，两者相差500-600万人次左右。然而，如今这个差距拉大到破1000万，几乎翻了1倍。情况之极端可见一斑。国民党有立委形容现在的台湾观光业宛如病人在急诊室插管为生，创下这种从未有人想要的纪录，足以让许多从业者心惊。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观光出入如此失衡呢？最大的转折点无疑是近年的新冠疫情和随后解封潮所带来的影响。回顾2020年，一场疫情让全球旅游业按下暂停键。台湾自2020年3月起严格管制边境，此后将近2年多，国人几乎无法随意出国观光。憋在岛内的人们为了满足旅游渴望，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内旅游。在那段出国受限的日子，台湾的国旅曾一度兴盛空前，许多平日不算热门的本土景点忽然爆满，周末和连假到处都是出游的人潮。像离岛的澎湖、绿岛或各大山林风景区、日月潭、阿里山、太鲁阁等，都挤满了因无法出国而改游台湾的游客。当时大家在社群媒体上分享国内美景、美食，惊呼原来台湾有这么多地方以前没发现。旅宿业者趁机大赚观光财，不少民宿一房难求，价格水涨船高。2020年至2021年，只要逢年过节或连续假期，热门景点和饭店经常客满，需要提早数月预订。露营风气也盛行起来，帐篷一顶难求。那段期间可以说是国旅的短暂黄金年代。然而，这股龙井随着国境解封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。2022年底，台湾终于重新开放边境，许多压抑许久的出国欲望瞬间如洪水决堤般爆发出来。你可能还记得2023年初那阵疯狂的报复性出国热潮，只要一有连假，桃园机场出境大厅就挤满提着行李的旅客，队伍绵延，人人脸上写着兴奋。飞往日本的航班机位被一抢而空，票价飙涨，旅行社的团体形成秒杀，连自由行机加9套装也被抢订一空。一时间，整个台湾仿佛掀起出国竞赛，目的地从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一路到欧美各国，都有台湾观光客的身影。对许多闷了2-3年的国人来说，能出国透透气，简直如同大梦初醒。大家拼命把之前错过的旅行补回来，甚至短短1年内出国2-3趟不稀奇。这直接反映在统计上，2023年、2024年台湾出境人数节节攀升，到了2025年更冲上将近1900万人次的新高纪录。那么国内旅游呢？随着大批民众飞出国门，岛内景点瞬间失去过去2年的热度。不少业者深有感触地说，
从2023年开始，明显感受到国旅市场的冷却。曾有媒体报道，2023年农历春节期间，一些往年挤爆的国旅景点明显空荡许多，因为许多家庭选择出国过年，社群网络上的打卡风潮也发生了变化。以前大家分享的是垦丁的海边、美食夜市，如今变成日本大阪的街头、韩国首尔的咖啡厅，甚至远在欧洲、美国的知名景点照刷满版。国内不少观光业者看在眼里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前一年还门庭若市，隔一年突然门可罗雀，差别实在太大了。可以说，当国人疯狂出国的同时，国内观光产业正感受到阵阵寒意。观光客源的大规模外流，无疑让国旅陷入了所谓观光产业的困境。有人或许会问，出国的人变多，不代表完全没有人在国内旅游吧？观光主管机关确实曾乐观表示，国人出国增加，并不等于国旅就没人参与。根据他们调查，不少民众即使安排了出国，平时周末仍然会在国内走走看看。所以官方一度声称，出国并未明显挤压国旅。然而，这种说法引起了质疑。许多旅宿与观光业者反映的真实情况是，国内旅游的人数虽然还有，但不过夜的情形非常普遍。也就是说，大家可能白天开车出去玩一圈，傍晚就赶回家，而非像以往那样安排2天1夜、3天2夜的小旅行。这种当日往返风气，让饭店和民宿的入住率大受影响。为什么国内游客不愿意过夜了？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住宿真的变贵了。观光署署长陈玉秀也坦言，国旅客不留宿，主要是因为普遍觉得台湾的住宿费用偏高，不划算。试想，一间普通品质的民宿或饭店，现在动辄一晚要价3-4千元，甚至更高。如果一家4口出游住2晚，光住宿就得上万，加上交通、餐饮、门票等花费，一趟国内短程旅行可能花费数万元。这对很多家庭而言不是小数目。而比较之下，如今出国旅行的门槛反而降低了，各国观光复苏，竞争激烈，机票价格逐渐回稳，甚至出现促销。加上一些国家货币贬值，去国外玩有时花费不比国旅高多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少人干脆把旅游预算留给出国的大计划，对国内短途旅行则能省就省，尤其缩减住宿开支。与其花钱住一晚觉得不值，不如当天来回省下一笔钱，这成了许多人的想法。除了价格考量，台湾人的旅游习惯也使得国旅过夜率降低。多数上班族不太愿意请年假在非假日出游，所以出游时间集中在周末与连假。然而，周末假期本就短，很多人行程紧凑赶路，往往玩到傍晚就直接返家，不想花时间金钱留宿。再者，周末旅游的人口过度集中，住宿和景点变得供不应求，价格飙高，品质下降，反而降低了游客过夜的意愿。举例来说，长假期间热门景区人山人海，车位难找，餐厅要排队，有些人宁可当天结束行程返回家中休息，也不愿在拥挤嘈杂的环境过夜。平日则相反，景区和饭店相对空闲，但大部分人没空去。这种供需错位更使得业者难以降价或提升服务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总之，不在国内过夜仿佛成了一种新常态，旅游形态从过夜游转变为一日游居多，国内旅宿业的生存压力骤增。有趣的是，当许多游客嫌弃国内住宿昂贵而选择不住时，也出现另一种极端，那些仍愿意掏钱留宿的旅客反而倾向选择最顶级的高档饭店。换句话说，与其花钱住一般旅馆觉得普普，不如干脆多花点钱入住5星级酒店、豪华度假村，好好奢侈享受一次。于是国内旅游消费出现两极化，一端是多数人能省则省，只玩不宿，另一端则是少数有预算想讲究体验的旅客，专挑高档饭店民宿住。对这些高端客群来说，旅行变成一种精品体验。他们可能一年只在台湾旅游1-2次，但每次都愿意砸大钱住昂贵的饭店，享用米其林餐点，参加高价活动。对比之下，一般中小型旅馆、平价民宿更难吸引顾客，
平日几乎没人订房，周末就算降价促销，也未必抢得到客人，经营状况雪上加霜。许多业者感叹，现在国人的心态是要玩就玩最好的，要不就干脆不玩。高档酒店在假日依旧一房难求，但中价位旅馆闲置率偏高，利润被不断压缩。这种市场所剩下的是两头，顶级奢华和超平价简约，夹在中间的业者日子特别难过。更严峻的是，疫情重创和市场骤冷之下，旅宿业的人力困境浮现。不少服务业从业人员在疫情期间离职转行，如今饭店想重新招满员工，却发现难上加难。有些饭店为了节省人事成本，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或缩减餐饮服务，进一步影响旅客体验。甚至政府破天荒开放引进外籍移工来支援旅宿业的人力，例如计划从菲律宾等国聘请外籍服务生到台湾饭店工作，以疏解国内劳动力短缺。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政策，如今却成了不得不为之的选项。劳动力手不足也好，房价过高也罢，对游客来说都是负面讯号，可能更减少他们未来在台旅游住宿的意愿。可见，要扭转国旅不过夜的颓势，解决的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。除了上述价格与习惯的因素，台湾观光业面对的还有结构性的挑战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撇开疫情影响，台湾的旅游发展早有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，到了现在更加凸显。首先是景点吸引力与差异化不足。台湾幅员不大，热门的观光路线常年固定，那几条外国旅客来台多半是台北都会区加周边一日游9份，10分放天灯，中部日月潭阿里山，南部垦丁，以及花东赏景。国内旅客出游也常在重复造访少数几个知名景点。一方面，大家觉得各地景色大同小异，很多城市主打特色仍然是夜市小吃、老街文化、生态风景，重复性高。每个县市都说自己的美食、庙宇值得看，但对旅人而言，新鲜感渐渐降低。另一方面，真正具有国际级吸引力、独一无二的景区或活动相对有限。我们缺少让人专程飞一趟都想来体验的亮点，例如日本的樱花季、德国的啤酒节那样的全球知名活动。许多潜力景点因缺乏包装、宣传和创新，也无法升级成为明星景点。当观光产品供给长期偏向保守雷同，游客难免觉得玩来玩去就那些套路，自然更向往国外的新奇多元体验，这是国旅吸引力下降的深层原因之一。再者，旅游便利性方面，台湾还有改善空间。交通部门自己也承认，台湾的观光资讯含交通运输系统整合不够完善，很多外国观光客反映，在台湾规划自行旅行有时不太方便，想去的景点大众运输直达不到，转乘资讯不清楚，各种票券景点资讯分散，没有一站式平台。对本地游客来说也是类似，若没有开车，自助旅行去偏乡就很麻烦。另外，城市与城市之间虽有高铁、客运衔接，但景区内的接驳不足，使得行程安排受到限制。结果就是大家懒得做功课，跑远路，集中跑熟悉的热门景点。台湾观光常年呈现北多南少、城市多乡村少的失衡情况。举例来说，来台的国际旅客有超过40%都只待在大台北地区，国内旅游亦是双北、桃园、新竹等北部地区的人潮最密集，观光资源过度集中，带来2方面问题：热门景点人满为患，环境和服务品质下降；冷门地区门可罗雀，相关产业无法发展壮大。长此以往，旅客体验不佳，更加深台湾观光不好玩的刻板印象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如何把旅客适度分散到更多地方，打造多元路线，是亟待解决的课题。最后，不可忽视的还有国际观光客源的变化。台湾观光业的繁荣不仅取决于国人是否愿意旅游，也取决于外国人来不来。过去10多年，大陆观光客曾是台湾入境旅游市场的重要支柱之一。2015年时，大陆旅客来台高达400多万人次，占当年总入境人次的近40%。即使到2019年，陆客还有270多万人，占比约4%。然而近年来，受两岸关系和政策影响，
陆客来台人数大幅缩减，尤其疫情后，大陆方面对团客来台旅游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，许多航班航点尚未恢复，加上签证等限制，导致陆客回流有限。2025年来台的大陆旅客仅约63万人次，不到疫情前高峰期的1/4。陆客的大量缺席，对台湾观光产生了直接冲击。过去依赖陆客的旅馆、游览车、免税店等行业，现在不得不转型或缩减规模。而其他来源市场虽然有所成长，如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旅客逐步回流，但要完全补上陆客留下的空缺需要时间。这就是为什么即便疫情后各国边境都开放了，台湾的入境旅客总数仍比疫情前少将近30%。事实上，日韩旅客也受到汇率因素影响，日元贬值使得日本人出国变贵，来台意愿降低。相反，新台币相对走强，台湾对日本人而言物价不再特别低廉，这也是日本观光客复苏较慢的原因之一。有统计显示，2025年来台的日本旅客约148万人次，还不到台湾人赴日旅游人次673万的1/4。这种旅游流动不对称的状况，正是台湾观光逆差不断扩大的国际面因素。总结而言，外国客不如预期地少，国人出国异常地多，双向夹击下，本就脆弱的国内观光产业压力倍增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困境，政府和观光业者当然不愿坐以待毙。近1年来，各种振兴观光的方案陆续出台。一方面，针对国内旅游市场，政府推出新一轮的国旅补助，希望刺激民众重拾在台旅游的兴趣。例如，自2026年3月起实施的平日住宿补助，周日到周四非假日入住合法旅宿，每房每晚补贴新台币800元，若连续住宿第2晚加码补助1200元。这等于鼓励大家利用平日出游过夜，减少对周末的拥挤依赖。同时还有针对特定主题的优惠，如观光、游乐园门票折扣、离岛机票补助等等，试图降低旅游成本，增加国旅的诱因。政府希望透过撒币补贴来改变国旅不划算的印象，让更多家庭愿意安排国内过夜小旅行。另一方面，在国际市场上，交通部观光署也祭出了所谓双轮驱动策略，以及国旅、外旅并进发展。其中，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旅客来台，提出了强化国际观光动能方案。这包括多项措施，例如鼓励曾经来过台湾的旅客再访，推出 Visit Taiwan One More Time 计划，重游有奖励，吸引国际会议，奖励旅游团体把台湾列为目的地，提供补助优惠，以及支援在台举办大型国际演唱会、体育赛事等，以其带动周边观光人潮。甚至还有相当引人注目的做法，直接送现金给旅客。政府宣布将提供一定名额的国际旅客每人新台币5000元的旅游金，用抽奖或发放形式鼓励更多人选择台湾。例如，国外观光客落地后可参与摸彩，有机会获得等值的预付卡或住宿券，增加他们在台消费的意愿。这种给奖金请你来玩的策略，在全球各国争夺观光客的竞争中也算大手笔了。除了政府作为民间业者也在积极自救，一些旅行业者开始开发更新颖的国内旅游行程，强调体验和深度文化。例如，结合当地农渔业的体验游、职人体验营、原民部落深度导览等，希望让已经走遍台湾主要景点的民众还能发现不一样的玩法。还有，饭店业者开始推出高 CP 值的专案，以价格优惠或加值服务来吸引旅客重新入住。例如，有饭店平日推出买1晚送1晚，或餐饮 SPA 折扣等，以提高诱因。不少县市政府也举办各种节庆活动来促进观光，像是音乐季、美食节、漫游护照、集章活动等等，试图塑造新的观光亮点。可以说，大家都在为让国旅重新热络而努力。这些措施能否奏效，还需要时间观察。仅就补助来看，确实可能短期内拉抬一些平日旅游人潮，但长远而言，要真正让民众恢复对国内旅游的热情，
关键还是在于提高旅游品质与创新价值，必须让游客感到在台湾旅游也值得，也精彩，而不只是无奈的次佳选择。这包含多方面的努力，景点要创新求变，挖掘在地特色，别再千篇一律。旅游服务要升级，加强导览解说，多于友善度，让外国人觉得便利，本国人觉得贴心，价格上也应该更合理透明，不要忘记暴涨，乱喊价伤了口碑。同时要培养国人重新欣赏家乡之美的眼光，比如鼓励年轻世代探索本岛的不同角落，透过社群分享国内旅游的趣味，或推动企业社团办理员工国内旅游，带动平日人潮。学校教育中也多强调在地文化之美，从小种下旅游故乡的种子。当然，政府在交通建设和资讯整合上持续改进，也能让大家玩起来更顺心。总之，要从根本上改善国旅低迷，必须同时提升好玩性和划算性，让旅客玩得开心，也觉得值得。只要国旅变得物有所值，相信台湾人还是乐于走出家门，探索自己岛屿的。从全民疯国旅到一窝蜂出国，台湾观光业在短短几年间做了一趟云霄飞车。我们看到了观光逆差破千万人次这样空前的现象，也听到了住宿太贵、国旅没救的种种抱怨。面对现实，悲观也许有理由，但也不必因此丧失信心。毕竟台湾的美景人文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如何重现光彩的问题。或许经历这场疫情洗牌和市场冲击后，正是倒逼我们调整转型的契机。各界开始正视常年累积的问题，试着去改变、去突破，就是好事。未来随着全球旅游市场趋于平稳，国人出国热潮可能会回归理性，而台湾若能趁此机会改善自身旅游环境，提升竞争力，完全有机会重新吸引游客的目光。我们期待看到有那么一天，不只是外国观光客，连台湾人自己也重新爱上这片土地，周末愿意留在国内旅游，而不是一心往国外跑。即使出国见识世界后，仍觉得台湾有独特的魅力，值得细细品味。如果有朝一日国旅惨兮兮变成了过去式，那将是台湾观光的胜利。当然，这条路并不容易，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，业者的创新投入，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支持与参与。危机就是转机，台湾观光业能否浴火重生，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握这次教训，彻底改变游戏规则。希望不久的将来，谈起台湾，人们不再只想到观光利差，出国比较爽，而是会心一笑地说，台湾真的是很好玩，很值得一游啊。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一天的到来。